介绍这个 MG S5 EV 啊，因为它的售价是从115,900块到135,900块。那在这个价位最畅销的电动车就是 Proton E Mark 7和已经销售了一段时间的 BYD Atto 3。所以 MG S5 EV 用相同的价位，它又用来挑战 Proton E Mark 7跟 BYD Atto 3，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就是我有这个预算，为什么我不要买 Atto 3，我不要买 E Mark， 我要买 MG S5 EV？So MG Malaysia。SAIC Motor Malaysia 正在做一件非常有挑战、非常困难的事情，就是他们推出了一款电动 SUV， 用来挑战 BYD Atto 3和 Proton E Mark 7 ，AKA 吉利银河 E5。怎么样做到？首先价格上呢，这个 MG S5 EV 呢，它是从115,900块到135,900块。然后它的续航力是 up to 430公里 WLTP， 但跟 E-Max 和 Atto 3不同的是，这个 MG S5 EV 就如 MG4 EV， 它采用的是 MSP 平台，一个后马达后轮驱动的平台，跟那两个对手完全不同的驱动模式，完全不同的驱动方式。所以影片开之前记得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频道 ，Let's go。Alright， 欢迎收看今天这一集 MG S5 EV 的 First Drive 在大马路上面的这个初体验。所以简单的讲，这个 MG S5 EV 啊，那对我来讲啦，对我身为一个 MG4 EV 的车主来讲，它算是一个 SUV 版本的 MG4， 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OK？ 因为虽然感觉上它跟 MG4 很像，但它们的电池有很大的不同。因为 MG4 EV 用的是 NMC 3元锂电池，但这个 MG S5 EV SAIC Motor Malaysia 提供49 kWh 的 LFP 和62 kWh 的 LFP， 都是 LFP 磷酸铁锂电池。暂时不提供 NMC 3元锂电池，所以续航力的话大概在425公里 WLTP 左右。但是我们熟悉电动车的朋友都知道，其实这些 WLTP、CLTC、ADC 都只是供你参考，最实际的还是你要看它一度电能够走多少公里，这个才是最有参考价值的啦。因为 MG S5 EV 跟 MG4 EV 的方向盘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一坐上去车子之后，我发现到它有 Wireless Apple CarPlay，MG4 EV 没有。不只是 CarPlay， 不只是 Android Auto， 它的荧幕也变得非常的大。之前那个是长条形扁的荧幕，这个是宽的荧幕，就好像一个 iPad Pro 这样子的一个尺寸。当然我觉得荧幕不用太大。这样子刚刚好了。如果你太大的话，你人就要做更厚一点。很多人忘记掉这一点，就是如果你家里的客厅很小，你放一个70寸的电视机，你又没有这样大的客厅，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尺寸虽然不够竞争对手们大，但是大不一定好，最重要是顺不顺眼，你知道吗？你看起来整个人体工学方面，我觉得这个是不错的。它有内建了 Spotify、TikTok 跟 YouTube， 我不确定多少人会想要在车里面使用 TikTok 啦。但 YouTube 它也是内建了的，所以它不是另外一个怎么讲，需要再透过 Apple CarPlay 进去，它本来就可以用 YouTube， 而且它同样内建了导航地图，而且它的导航地图是可以显示你输入，就是它可以显示你到目的地的时候电池预测还会剩下多少 %， 这个是虽然它的 Map 没有这么强啦，你讲强还是 Google Map、Waze 比较强，但至少它提供了这个东西给你，万一手机没电，万一你没有带手机呀，手机不会没有电啦。2个 Type C 后面一个 Type C， 3个 Type C 有 Wireless Charger， 没有电不是 Charge 咯。而且为了要照顾到一些不适应没有按钮的司机，不适应没有按钮的用户，他们也提供了一排按钮给你。所以像是冷气是独立的按钮，然后冷气这个风扇大小也是独立的按钮，可以实体按键来的。这个就省去你很多烦恼了。而且你要调这个 Side Mirror，你的后视镜等等都是用 button 的 ，OK， 但是一样没有排档杆，那这个跟 MG4 EV 一样。So， 然后再来它还有玻璃车顶啦，因为我今天试驾的这个是 Luxury 版本的，就是 Luxury Extended Version、Long Range 的 version 啦。所以你讲续航力的话，我的 MG4 是77 kW NMC 啦，这个是62 kW LFP， 所以完全没有可比性啦。它的续航里程一定是少，
可是因为我现在已经有了太阳能板，我已经有了 home charger， 所以对我来讲，我的 MG4 EV 啊，我的80到20% 可以打鼾一个3天到4天。even 我是从你知道吗？从小阿兰去，我可以从小阿兰去个蹦这样子啦，来回我都可以打鼾3-4天。所以对我来讲，电池小一个10多度完全没有分别。而且你说它的 AC 是7个 kW 的 AC 跟150 kW 的 DC， 然后 MG4 是 up to 11 kW 的 AC。但是因为我的太阳能 peak 的时候是7个 kW， 我会比较 prefer 说不要用到 DNB grid 的电，也就讲说我会retune我的 charger， 把它从 up to 22变成 up to 5 up to 4， 变成我的太阳能可以直接进去我的车里面，我就不需要再用 DNB 的电。我个人 prefer 这样子做了。那如果你是100 kWh 的7个 kW AC double A， 真的是不用考虑那台车子，因为它电池真的是也不大了嘛，才就这么小的电池而已。SUV 让到上车更加轻松，更加容易。那 MG S5 EV 后面有2个冷气出风口，还有一个 Type C 的接口，上面它有这个全景式的玻璃车顶，但是它不是那种 fixed glass， 它是有一个sunshade的，所以如果你觉得很晒，它可以电动的关闭这个遮阳帘。但是我们拍影片都要采光比较好这样子啦，所以我觉得这个后面I mean compared to MG4 EV 肯定是大很多，整个就是 XL 级别的体验，头部空间腿部空间，但无可避免的就是电动车电池在底部，所以地板不像传统燃油车这么深 ，OK， 就脚踩得比较高，但是因为它是 full flat 的，所以灵活性还是够的。就想说你坐在中间的话 ，OK， 会弄到啦，因为没有办法，椅子就是这么高，然后它有60/40分离倾倒功能。OK， 可以伸手去后面拿东西，我觉得非常舒服的一台车子了，而且它 suspension 舒服所以你在过磅的时候，椅子的吸附感，它的这个怎么讲，它的这个 cushion 非常的软，很好坐。SUV 就是在尺寸相同的情况下 ，SUV 一定会比hatchback 或者 sedan 还要来得重，因为它的离地间隙更高，然后它要装更多东西，车子的这个得房率更高OK， 就是你行李箱空间、乘坐空间、头部空间，整个东西都是更加的 bulky， 所以你就要牺牲掉一些东西。而且因为我的 MG4 EV 它是一个怎么讲，它是一个动力输出比较高的，那这个车子呢，它又是只有125 kW、170多 PS 跟250 Nm。这个动力数据，如果你用 MG4 EV Luxury Extended 的标准来看，它是 underpower， 它是不辣材料不是怎么会去的。但是呢，MG 一向来除了 X-Power 之外，它讲求的是一种 balance， 一种平衡感，一种欧系车的血统，一种欧洲驾驶者会 appreciate 的操控表现。所以大马力、大扭力并不是一个值得拿来炫耀的东西，因为你有时候电动车你都知道，如果你太大就会很冲，就会很晕车等等，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流线型、非常丝滑、非常 smooth， 加速稳，它比同尺寸、同价位的电动车都还要来得稳，不是稳一点点，是稳很多很多很多。这个稳可以透过你的座椅感受到，可以透过你的方向盘感受到，车子在每一秒都比别人还要来得稳，尤其是你进 corner 出 corner 的时候，你马上 feel 到 为什么大家的电池都在60 kWh， 都是用 LFP 酸铁锂电池，尺寸也差不多，轴距也差不多，宽度高度也差不多，为什么 MG S5 EV 可以鹤立鸡群，它可以脱颖而出？答案就是在于它是 rear motor 后轮驱动，它采用后马达，而不是 front motor 前轮驱动前马达的电动车。那由前轮来拖着车子走，跟后轮来推着车子走，这个根本性上就影响了2个不同的这个驾驶体验。打个比方，你现在去 Aeon， 你去 Jaya Grocer， 你去推那个 trolley shopping cart， 你是从后面来推那个 trolley 比较容易推，你比较容易摆，还是你从前面来拉那个 trolley？ OK， 你懂的意思吗？它的差异不是一点，不是可有可无不是若有似无，不是好像有又好像没有，是非常
非常明显。你即便你再不会驾车的人，即便你是再没有 driving sense 的人，你一驾了 MG S5，你都可以知道你买到的是不同的东西，你买到的是 level 不同的车型。因为你不要小看这个前驱后驱的东西，因为它会影响整个车子的 weight distribution，包括它的 power delivery， 完全是不相的物件 OK。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当然谁的价钱好，谁的配套好，你就买哪一台车子，这个是很正常的 OK。 你要不要买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去试驾，至少你知道市场上还有一个选择。就像我一直都觉得 MG4 EV 没有被普遍的大马人接受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你可以用这么少的价钱就能够拿到一种接近 Golf GTI 的体验，一种难以形容的这种超值划算。但是很可惜，市场上大家都要 SUV， 大家一看到 Hatchback 大家就转头走了。所以现在这个 MG S5 EV 其实就主要不是由英国团队在主导，它主要是由在上海的团队去主导。但本质上它的 recipe 它的调味料，如果你讲一个好吃的 aglio olio， 它最重要的元素就是它的橄榄油，要很好的橄榄油，然后它的 garlic 要很新鲜的 garlic， 然后它的 spaghetti， 它的意大利面条要 texture 要对啦 OK。 所以 MG S5 EV 的这个 recipe 就跟 MG4 EV 和 Cyberster 是一样的，就是50-50的前后比重分配， 5 lane 的多连杆，5连杆的后悬挂系统。因为电动车它更重 OK， 所以当时更重的时候，你需要更加 predictable 的车，你需要更加能预测的车。尤其在越便宜的电动车，往往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你也不知道你要做什么。所以一个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人，跟一个不懂自己在做什么的车子配合起来，你就会驾到浑身不自在。它这边线又太软，转向又不听话，叫它摆左它又不会去左边，叫它摆右边它又太过右边，完全就是两波球，那个球满山跑，你不懂你在做什么这样子。但是 MG S5 EV 虽然我还是要强调，我觉得它的力水不够，但是它是一个很易于操控，它是一个很易于沟通，它是一个很直抒胸臆，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一台电动 SUV。 有时候你甚至忘记掉它是一台电动车 我很少驾电动车会有这个感觉，因为通常电动车就是你驾越快你会觉得越没有安全感。但是 MG S5 EV 它居然给我一种 Volkswagen Passat 的那种感觉，就是你驾越快你越有信心，你驾越快你越稳，你驾越快你越得心应手。然后当然 Regen 的话它是很 soft 啦，因为它有 low medium strong 跟 adaptive， 这个我觉得是不错的，因为你就根据你自己的驾驶习惯去调整。 Sport Mode 3, 2, 1踩，非常稳，而且 NVH 中等，路面的噪音非常的少。当然它用的是 Bridgestone 的 Turanza T005 EV， 它是一个用了 Enlighten 轻量化技术，因为电动车都很重嘛，1.7吨、1.8吨、1.9吨然后扭力又很大，所以为电动车设计的轮胎它需要具备轻量化、耐磨，同时能够降低 rolling resistance 滚动阻力的这个配方。所以我自己的 MG4 EV 也是用这 Bridgestone 的 Turanza EV 轮胎，这个也是 Turanza EV 轮胎。所以原厂来给你的轮胎就是一个相当有水准、相当有抓地力保证，同时又可以延长续航里程的一款轮胎。加速看到吗？100多这样子摆 ，brake 加速。以前我在介绍汽油车的时候，我都会讲，一台汽油车最重要的3大件就是引擎、变速箱跟底盘这3个东西。那电动车我觉得当你要去买它的时候，首先你第一个要看的就是它到底是前驱、后驱，它还是4驱，就是双马达。even 是双马达，它都会有前轮主导或者是后轮主导，最好是那一种后轮主导的双马达4轮驱动。那这个后轮驱动完完全全
没有问题。你在摆的时候，你的 steering 因为你的前轴不需要去负责驱动车子，所以它有更多活动的空间，它可以更加灵敏、更加快速、更加快的找到你要去的方向。我觉得 MG S5 EV 在马来西亚这个115,900块到135,900块的这个价位里面，它真的提供了给消费者多一种选择，它提供给了那些想要追求驾驶体验、对过弯、对操控有基本要求的车主啊，我还是要讲，它还是很多，我觉得还可以再进步的空间。我觉得是受限于，因为它只可以卖 up to 135,900块。我们回到现实一点，打开门做生意，大家都要抢市场，你有了 market share， 你才可以来谈一些风花雪月的东西，这个大家理解的 OK。HUD 我觉得倒还好啦，因为可以看就好了嘛。就是你讲里面的系统，它的 OTA 等等也可能不够其他的竞争对手来讲，萤幕甚至也不可以 flip， 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做工用料它的 build quality， 因为你永远要记得跟其他竞争对手不同的是。MG 是一个已经有了欧洲市场，已经有了欧洲的市场占有率，所以当他在设计的时候，他考虑的不只是中国国内、中国本土的市场，他还要去照顾到对驾驶极为挑剔的欧洲客户。而且你看最新的 Euro NCAP 这个 MG S5 是获得了5星，它不只是5星啊，你仔细去看它的那个 report， 很多东西都非常的高分。全球车啊。因为在中国有分成国内车跟全球车的，所以全球车标准它的 Gold Standard 跟国内车是会有不同啦。所以你对于 MG S5 EV 还有什么样的疑问，我们也可以在影片底下跟大家来讨论一下。所以我是戴主义，你看郭总吧。厚的看到吗？好的底盘啊！所以我是戴主义，喜欢影片记得 follow Instagram 和 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 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3, 2, 1 cut.